姐，找你的。谁呀？林氏从屋子里出来，就看到了曹氏。哟，这一天一个来找啊？那地里的粮食我们已经卖给你们了，不会想着还让我们回去给你们收了吧？不是，草儿要出嫁了，家里忙，娘说让你回家帮2天忙。这都分家了，还想着使唤我们2个呢？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回头你们修房子什么的，我们也会过去帮忙。我还能指望你呢？你们是想让我们回去天理吧？我这话撂在这儿，草儿就是嫁给皇亲国戚，我们也不眼馋，我们也没钱天理。你是他二嫂。曹氏生气。二嫂怎么了？我又不姓甘。林氏说着，啪的一声把门关上。曹氏被气得胸口疼，这林氏也太过分了吧。但是他也只能先回去。柳氏打算给甘草多做几床被子，这样到时候用石落抬着也好看。娘，老二家不回来。他说了什么？有样学样的给说出来。曹氏为难。我让你说出来，是让家里人都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别回头了还是非不分。曹氏只好大致给说了一下，也没说的那么刻薄。你没见到老二？没有。曹氏摇头。就那么大个院儿，就算没叫他，他也该听见了。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。娘，这是怎么了？生气，自己生的儿子如今这样，气都不知道怎么气。甘草不说话了。对了，等草出嫁了，让嫣儿跟着我识字，把灿儿送到学堂里去。柳氏突然看着曹氏说。曹氏一愣。家里供4弟一个就很辛苦了，灿儿的。他其实是想让孩子去学堂的，不如让灿儿也跟着奶奶识字。曹氏不想再花钱。去学堂不单单是识字，只是镇上才有学堂，灿儿还小，每天跑来跑去。先前你去卖山楂糕不错，等草出嫁了，看看什么事能做。你和大荣去镇上做点小生意，刚好带着灿儿。可是山楂很快就没了。曹氏其实也惦记着这件事。其实山楂摘下来也能存放很长时间，再说不卖山楂糕还可以卖别的。卖什么？曹氏来精神了。到时候我给大嫂看看。甘家如火如荼地准备着甘草出嫁的事，才知道严三尺在林公子那边张罗亲事。时间不够，嫁衣也只能做成这样了。甘老夫人在家吗？严三尺在门口叫了起来。哎，严三尺这才抱着盒子进来。哎呀，这几天忙那边的事，也没来看看。你这是？啊，嫁衣。上次不是说了，时间太紧，就凌公子准备嫁衣。他说着，把盒子放在桌子上。虽然说这嫁衣都是女子自己准备的，但是这匆忙的也准备不了什么。这是凌公子让人从长环买回来的，老太太看看满意不满意？他把盒子打开。柳氏看到盒子里的嫁衣，眼睛亮了一下。哎呦，我都不敢碰，怕我这手粗把刺绣给勾丝了。甘草想，林寒这是折腾什么？他只是想让林寒娶她，没想他搞得这么正式。草儿，去试试。这嫁衣宽松，倒也合适。哎呦，我这是见到仙女了。奶奶，行吗？行。柳氏突然很放心。行就好，我就可以回去交差了，那边还忙着呢。你们就不要送了，没几步路，我这回头还少不了来。收起来吧。甘草去换衣服。柳氏站在院子里看着天空。林家去长环买东西都回来了，老四怎么还没消息？甘草亲事定下之后，柳氏就给甘伟写信了，让他务必回来。娘。
甘泉从外面回来，你和我进来。你是不是觉得不该给草这样大办？甘泉没说话。虽然对方送来的彩礼多，但是他们家也都没留。其实家里钱的事儿，你不用担心。家里不止先前草儿卖蜘蛛的钱，先前草抓的那条毒蛇卖了50两，都在我这儿。什么？甘泉惊讶。小点声，这些银子我没说，是因为都是草儿一个人赚的。难不成你想分家的时候分给老二啊？以后老四读书的钱你不用担心，今年把家里的房子翻盖一下。如今老四还没回来，你亲自去一趟，让他一定要回来。以后他读书的钱大部分可都是甘草赚的。那他肯定要回来。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，他们打算去镇上雇一辆马车，这样会快很多。晚上一家人还在忙，门口突然有人进来，院子里的鹅叫了起来。曹氏慌忙从屋子里跑出来。二弟，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听说草儿要出嫁了，我回来看看。甘泉也从屋子里出来。草儿，出来让你二哥好好看看。甘茂听他爹这样说，知道他爹生气了。二哥，都长成大姑娘了。甘茂这是没话找话说。二哥我也刚分家，用到钱的地方多，也不能给你添多少。他说着拿了20个铜板。你二哥给了，你就拿着吧。柳氏看着甘茂那没出息的样，谢谢二哥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站住！刚到家还没做呢，忙着回去干嘛？这刚收了粮食，家里事多。家里事多？你家在哪儿呢？自己的粮食都没时间收，惦记着别人家里事多。你给我说说，你分家拿走的钱现在还剩多少？我告诉你，到时候没钱修房子，别想让我给你添一个子儿。老二，柳氏发话，过日子自己心里要有底，不能听别人说点好的就摸不到边儿了。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你自己得打算好。是。既然你知道了，就走吧。甘茂转身就跑，生怕被他爹逮着一样。我这生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！甘泉气闷。虽然甘茂是回来添礼的，却让一家人都不开心，一个晚上都很沉闷。第二天，甘泉就去镇上租马车去找甘伟。爹。甘伟远远地看到他爹在脸红脖子粗的和别人讨价还价。你怎么这个时候到了？我跟着一个商队走的，不然这个时候路上不好走啊。哦，那我们回家去。这马车你还租不租？车夫不耐烦地说。不租了。甘泉瞬间底气十足。哎，小妹嫁的是什么人家呀？她自小就挑得很，没少相看吧？最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，我慢慢和你说。那爹给我说说，家里都发生了什么事了？甘伟笑着跟着他爹。父子两个人走着说着，甘伟越听越生气。小妹要嫁的那个人，他靠谱吗？应该靠谱，不然也不会为了草儿在咱们这儿买宅院。那他买了李正家的宅院，以后还不得被李正记恨呢？买都买了，又不能给退回去。哎，倒是你最近读书怎么样？先生夸我进步很快的。那就行，回头啊，你考一个秀才，咱们家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快看谁回来了！这就是我那便宜四哥。伟儿，哎，娘，没想到一转眼的功夫，小妹也要嫁人了。四哥给你带了礼物，甘草点头。怎么和四哥生疏了？
你也不看草多大了，过2天就要出嫁了，还是那个喜欢跟在你后面的小丫头啊？奶奶、大哥、大嫂。甘伟看到他三姐，愣了一下。三姐，赶紧过来坐。要中午了，就早点做饭吧。我来帮忙。曹氏说着就过去。爹跟我说了那个林公子了，我打算去见见他。千万别！甘草下意识地说。为什么呀？奶奶说成亲之前不能见。那是你不能见，又不是我不能见。四哥刚回来，家里还有很多事呢。等我们成亲之后，不就见到了？爹才给我说了那个陈大雷的事儿，我可不能让你遇人不淑啊。怕什么？他在咱们村，咱们的地盘。甘草很嚣张地说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你嫁给他了，就是他的人了，别人能过问的也不多了。趁着还没成亲呢，把底儿先给摸透了。你四哥说的对，今天晚上我和你四哥一起过去。甘草想，他们这1个2个的都来凑热闹，生他很难招架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没打算悔婚。为什么？甘伟不理解了。因为他长得好看，还有钱。肤浅。甘伟生气。我怎么肤浅了？难道你想让我找一个又丑又穷的？你要找一个对你好的。我觉得女人应该图一点客观的东西，看得见摸得着，图别人对你好，那太缥缈了。万一是昙花一现，或者雨后彩虹。小妹说的也对哦，我认为咱家的小妹被骗了嘛。既然草儿不想让你们去看，你们就不要操心了。这2天家里来的人多，你们在家招呼一下。是。你娘前几天就把你的屋子收拾好了，你去看看还缺什么。因为甘伟回来，家里难得欢乐起来。结果刚吃过午饭，门口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你们刚吃完饭呀？一家人的脸立马拉下来了。这不是李林家那贵人吗？来我家干嘛？娘，你这多见外呀！草不是出嫁了吗？我当嫂子的，回来帮帮忙。林氏说着往里走。站住！你大嫂去叫你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你再说一遍。哎呦，当时家里事多，书记忙完了，那我要是不回来，别人还以为我们是一家人不和呢。行，既然你回来了，想必也知道林家拿了不少的彩礼，我们家也不能太寒碜，里里外外也没凑出多少陪嫁。你既然有这心，就拿1两银子出来给草筹办嫁妆。什么？林氏反射性的跳了起来，随即又意识到自己失态。娘，这彩礼是男方贴补女方娘家的，以后女儿远行不能在身边伺候，所以给的一点孝敬。你们家当初就是这么做的。如今呢，我那2孙子都跑到你家去了，那你家是不是应该把彩礼给贴补回来呀？我们那是没地方住，临时回家住2天。你们家那样，我们家可不那样。男方出彩礼，女方出陪嫁，是给他们开始自己的日子的。往后这是草儿的娘家，草儿想回来就可以回来。既然你说是草的2嫂，也该出这一份力。2嫂好。甘草笑眯眯地走到林氏面前，伸出手。林氏看着甘草那笑眯眯的样子，你还有脸笑？你出嫁就是要把咱们家掏空啊！以后咱们家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甘家谁都有脸说这话，就你没脸说这话。怎么，甘家给你什么都应该，让你出一点东西就是把别人逼死啊？奶奶，我是嫁到甘家的，我以后生的孩子姓甘。那你倒是生一个。柳氏打断林氏的话。林氏瞬间无语，她的肚子的确没一点动静。林氏委屈地闹了起来。说到底呀，你们甘家就是嫌弃我不会生孩子，你们嫌弃我，我也不在这里碍你们的眼。他说完就走。甘草真是大开眼界了，他
他这二嫂所有的心眼都用在坑自家人了吧？二嫂，甘伟叫了一声。林氏本想有个台阶下，结果一看是甘伟。甘伟回来了，肯定是要回来要钱的。万一让老二拿钱怎么办？甘家没人搭理林氏，心里都清楚林氏今天回来是干嘛的。别看了，都去收拾。刘氏看一家人还站在院子里，林氏快速地离开甘家。过了桑园，刚遇到要回家的甘茂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你说我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真是不知道你家人是怎么想的，一定要给甘草操陪嫁。只有卖女儿的人家才不会给女儿陪嫁吧？那你说我林家卖女儿了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甘家的规矩。三妹出嫁的时候也有陪嫁。他们陪嫁就让他们陪嫁，凭什么让我们也操？你不是想要小妹的彩礼吗？甘茂想，这有什么问题？就你们家人对我抠门那样，会让我看到一根线头吗？你和娘他们好好说，一家人送小妹出嫁挺好的。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啊！林氏难以置信地看着甘茂。甘茂有些不好意思，想让我跟你家白干活，没门儿！哎，我已经和秋生叔他们说好了，这2天小妹出嫁，我们就开始修房子。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。找什么地方？找地方住不用钱啊。等你房子修好了叫我回来。那你把钱拿出来。甘茂着急，还没修房子呢，要什么钱？人家干活，咱们买修房子的东西都得要钱。干完了再说。林氏头也不回。甘茂站在那里无奈，又看了看自己家的方向，转身去追林氏。你等等我。甘家，甘伟去收拾自己房间了。柳氏在屋檐下教甘草成亲的规矩。要说这规矩是有固定的规矩，也有不同的规格。只是啊，咱们这些乡下人吃饱肚子都不容易，哪有那么多规矩啊？能骑小毛驴儿盖块红盖头过去就不错了。林家想的也周到，让严大梅先过来和我们商定好这些，以免到时候闹了笑话。奶奶，我觉得那天金奶奶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，这段时间也没来咱家。你都要出嫁了，关心那些做什么？甘草觉得他奶奶和金氏的塑料姐妹花说的一个比一个好，翻脸也是比翻书还快。你这什么眼神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像金奶奶还有我二嫂那样的人，不知道怎么和他们相处。若是很强，就不需要和他们相处，他们无非是想占点小便宜。若你和他差不多，只用记住一点就行了。哪一点？甘草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。笑。甘草觉得自己笑不出来。你和他们一样，最好不好得罪他们。2个人别的不行，那张嘴是真厉害。就今天你二嫂那话，说到最后好像是我们甘家对不起她了。你好好想想，村里的人是不是更喜欢你二嫂啊？她出门嘴甜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反正啊，又不用她真干事儿，就是让她真干了，她也拉着你大嫂。最后你大嫂把好事干了，那好名声落在她头上了。柳氏看这些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要不然分家的时候他也不会那样对林氏。怎么听奶奶说这样的人还挺厉害的？不过是一些小聪明。你看他的日子呀，最后肯定不会有你大嫂过得好的。人呀，吹到天上那都不是真的，自己总要为自己的日子负责。孙女受教了。甘草一脸严肃。你这丫头。柳氏笑了起来。甘伟的房间没事，他就来前面帮忙。听说家里要买牛，他也很开心。草儿，
甘伟悄默默地叫甘草，甘草狐疑，跟着他四哥去后面屋子里。这是什么？给你的贺礼嘛，本来想过年送你的，你既然都要成亲了，就提前送给你了。甘伟说着打开，里面是一只叶子错落的珠花，我用碎银子打的，很薄。真好看，真的是四哥做的。三姐出嫁的时候我还小呢，不能送给三姐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想着给你准备一样像样的东西。四哥的手真巧。你不嫌弃就好了。娘说你的彩礼里面一箱龙都是首饰。在我看来，四哥送的比那一箱龙都值钱。对了，四哥，你是不是要经常抄大量的书？千万别和爹娘说啊。其实我抄书挺好的，可以看那些我没看过的书，也能赚一点钱嘛。可是四哥不能因小失大。爹娘赚钱不容易的，偿还什么都贵，酒店里的一盘菜，他们就要辛辛苦苦的做1个月的工。再说了，我已经读了这么多年书了，靠读书学来的本事，赚一点钱也是应该呀。虽然四哥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，但是以后不能这样做了。咱家有钱，有钱也要省着花呀。我看四哥的肩膀有些塌了，肯定会影响仪态。我教四哥打一套拳，每天没事就打打，强身健体。你都开始关心我的仪态了，行，让我看看是什么拳。甘伟说着走到外面，甘草就到外面教他四哥打拳。其实打拳是次要的，他四哥也有营养不良的情况，他觉得得和他奶奶说一下，多给四哥一些钱。转眼就到了甘草出嫁这一天，甘家人一大早就起来了，柳氏带人去朱家门口围了，让蒋氏出来。蒋氏也没想到甘草能这么快出嫁，躲在朱家不出来。朱广武，这事儿李正也知道，是你媳妇自己说的。今天他去我家认错了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如果他不去，柳氏几分威胁。不去咋地？朱广武满不在乎。你还能把我家房子给砸了？这么说，你不让蒋氏去了？对。朱广武很确定。你们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朱家人的做事风格，欺人太甚，言而无信。哎，朱广武，这事儿真是你们家不对了啊！那样埋汰人家姑娘，如今打赌输了，该认赌服输才对呀。去，甘家给了你什么好处？那么向着甘家，一个外来户，还想骑在我们朱家头上不成啊？什么外来户啊？说的你们朱家不是外来户一样，你们朱家不过是比甘家早来一代。就是啊。一边的人纷纷附和。今天甘家大喜的日子，本不应该来吵你们家的事儿，但是你媳妇实在是欺人太甚。之前会埋汰我们甘家，回头还不知道要搬弄什么是非。我也就是给蒋氏一个教训，让他知道祸从口出。可是你却这样阻拦，简直和你媳妇蛇鼠一窝。你们朱家没有一个讲道理的，以后谁还敢让女儿嫁到你们朱家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句。朱广武说着冲过来要打柳氏。朱广武，你想干嘛？我要撕了这老玉婆的嘴！柳氏这会儿已经退到了后面，看到朱广武和几个青壮打了起来。那边几个人把朱广武打了一顿，压得死死的，不过也有几个受了点伤。算了，也是我老婆子没本事，不能给家人讨个公道，还让你们受伤。我早就看朱家人不顺眼了，不就是出去给别人磕过头，就觉得自己上过天了？就是啊，他媳妇儿说那话的时候，就不想想该不该。众人一言一语，把朱家说的一文不值，喜欢惹是生非。这个时候，曹氏小跑过来：“奶奶，严大美已经来了，您快回去看看。”算了，咱们赶紧回去。大喜啊！
托你的福。是咱们家草有福。严三池这嘴是真的溜。柳氏到屋子里看甘草，看他正在吃鸡蛋，他一进来，吓得甘草差点噎着。哎呦，慢点儿！不是说成亲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吗？每个地方习俗不一样，一会儿啊，你要吃很多东西，一样少吃点就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有些不安稳。奶奶是不舍得我出嫁。甘草开玩笑。人你见过了，你也愿意，我能怎么办？奶奶放心，就这么近，我每天都能回来。哟，哪有出嫁的姑娘还每天都回来的？柳氏心里开心，却装作生气。那我就想回来。好啦，严大梅来了，有些事情啊，他再叮嘱你一下。好。甘草点头。柳氏心里就是很不安稳，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。她径直回到自己房间了。不知道是家里没这么热闹过，还是去收拾了朱家的人，柳氏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甘草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，还是被这繁琐的礼节弄懵了。丫头，你别觉得麻烦，这礼节做到了，那是人家在意你。像那种一头小毛驴挎着包袱就成亲的，日子都不怎么样。甘草就当自己被安慰到了，可能是他只是需要成亲，而不是对成亲充满了向往，所以才会这样。杜氏欢欢喜喜的半天，这会儿甘草要出门了，他开始哭起来。三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要送小妹走了？三姐，你放心，我若是得了功名，到时候有的是人抢着娶三姐的，我定给三姐挑一个好的。甘云听到甘伟这样说，眼泪哗的一下就出来了。哎，三姐别哭啊。三姐是高兴，只要你能得了功名，三姐就是一辈子不嫁也愿意。本来高高兴兴的事儿，看三姐这样，我都想哭了。那快去送小妹吧，我没事儿。啊，那我去了。一行人吹吹打打的去了林家，甘家瞬间冷清下来。甘云看前面没人了，这才从后院出来，坐在上屋的台阶上，显得无比的落寞。到了林家那边更热闹，但是新郎出来的时候，气氛瞬间变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甘伟生气地站在前面。哎呦，是我大意了。新郎好几天忙成亲的事，上火生疮了，这大喜的日子也不好看，就戴个围帽盖着。不行，我总要知道我小妹嫁的人是扁还是圆呢。甘伟不同意。严三尺知道这林公子的情况，若是摘了围帽，岂不是要吓坏这里的人？四哥，我知道他的情况，他那疮不能见风，没事的。小妹，甘伟更加狐疑起来。四哥，我大喜的日子就让我顺顺当当的吧。小妹说的对。甘伟有些气不过，也只得让步。林寒虽然没去甘家接甘草，却在大门口迎接他。两个人牵着红绫一起进了林家的门。朱广武在家骂骂咧咧，那甘家向来夹着尾巴做人，如今找了一个好女婿就想上天了。你轻点儿。那孙大夫也是个坑人，这么一点伤药就要200钱，他的钱还真是大风刮去的。甘家嫁个女儿，全村人都请去了，看他们显摆的。朱广武听到他媳妇这样说，眼底都是怨毒。这要是早几年，你还能在外面走镖，那些人见你哪个不是点头哈腰的？甘家不让我们好过，他们甘家也别想好过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等着看。朱广武很坚定地说。甘草和林寒一起被送进洞房，洞房里甘草在纠结是自己先盖头，还是让林寒给他先盖头。哎，你先盖头不先？你不先我就扯了。楚林寒听到甘草这样说，有点想笑，
拿起一边的秤杆，掀开干草的盖头。干草歪头看着楚凌寒，一时间把楚凌寒看呆了。你还准备了秤杆？这叫称心如意吗？这把楚凌寒给整不会了。哦，忘了。甘草把手伸到凌寒面前，楚凌寒放下秤杆，抬手却不知道些什么。做拳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捡的。那你也不能这样花呀，给你解毒还要花很多钱，你还剩多少？没了。这个败家妇太不会过日子了。这丫头已经在盘算怎么过日子了吧？着火了！外面突然有人喊了起来，是甘家的方向啊！那些人看着冲天的火光，甘伟慌忙跑了出来。三姐，他震惊地看着他家方向火光冲天。救火，快救火呀！他说着就跑。走，咱家着火了，你三姐还在家。甘伟跑到家门口的时候，他们家的房子已经彻底烧起来了，他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进。三姐，三姐，不要进来！甘云吃力地叫着。听到那一点声音，甘伟直接冲了进去。甘伟！甘泉到门口就看到甘伟冲了进去。甘伟冲进去的时候，看到他三姐额头上全是血污，趴在地上奄奄一息。他端了盆去水缸里舀水，把自己和三姐都淋湿透了，这才背着他三姐往外跑。快救救我儿子！快救救我儿子！就在甘草跑来的时候，甘伟背着他三姐从房子里冲了出来。爹，三姐受伤了，快给三姐找个大夫。曹儿！甘云挣扎着坐了起来。是朱广武放的火。这朱广武也太歹毒了，我们秋水寨不能留这样的人。对，一定要把朱家赶出我们秋水寨。柳氏看着火光冲天的宅院，才明白白天为何会不安。那朱广武早年走过镖，什么穷凶极恶的事情都见过，如今恶向胆边生，趁着他们都没在家，来他们家把房子给烧了。柳氏有一种感觉，这朱家的人不能留。他这样想着，那些救火的人已经集结起来去朱广武家了。快点！小妹，三姐怎么样了？没事，我给她处理一下伤口，先把三姐背到我那里去。今天你成亲，见血光不好。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不好的？四哥，你背三姐。甘草他们一走，杜氏瞬间嚎啕大哭起来。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再说李章带人去朱广武家，甘家着火了，凭什么说是我家男人放的？我家男人根本就没在家。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，甘云还活着呢，他亲口说的。听到甘云还活着，蒋氏的脸色变了。就在他发愣的时候，村民已经冲到了朱家。朱广武自然不在家，但是李章还是把蒋氏和朱大长捆了起来。这件事总要给甘家一个交代。甘草给甘云处理了伤口，幸好他今天出嫁的时候把之前熬的貂油放在石落里了，这会儿刚好用上。三姐先换上。我怎么能穿你的新衣服？一会儿娘要是看到三姐这样要哭了。回头我洗干净了还你。不用，我也穿不了那么多衣服。甘云换了衣服，好奇地问：妹夫是不是生气了？生气？甘草没反应过来。不然出这样的事，还不出来看看？甘云疑惑。他这几天太忙，又喝了点酒，我叫不醒。两个人说着，严三尺在门口敲门。我看时候也不早了，不如把屋子收拾一下，让三个孩子先睡觉。好，家里能收拾出几间屋子？ 3间厢房都可以收拾出来。那就都收拾出来。
甘草看向他四哥，你去叫奶奶他们都过来，好歹人没事，休息好了再想办法。甘伟点头。甘草安顿好了他三姐，就进去找林寒。林寒也没睡觉，他看甘草进来，拉着他的手写道：怎么样？我三姐没事，房子已经彻底烧了，我想让他们先住在这里几天。甘草征求一般看着林寒。好。其实这事跟我也有点关系，要不是我奶奶要为我出这口气，也不会闹到这一步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你倒有自己已经是人家女婿的自觉，不过有件事我要跟你说清楚。说。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，我只是需要成亲，我有身孕。甘草早就做好打算，成亲就摊牌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负责，这些钱我以后也会赚了还给你。而楚凌寒震惊地看着甘草，他以为甘草嫁人是因为她不是完璧之身，没想到她已经有身孕了。那天晚上他刚上岸，毒发之时根本控制不住自己，刚好遇到了在月亮堤的甘草。他想着自己若是能逃过一劫，定然会给甘草一个交代。但是这毒比他想的要诡异。那段时间他在山林里不断的昏迷和清醒，一直到那天甘草在桑园遇到他，他的情况才好了一点。之后很快就遇到了甘草。那个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，也不知道和甘草说什么。那个时候他无法给甘草保证，于是只好把身上的寒月给了他。看着甘草有些紧张的解释，我一定帮你解毒。楚凌寒不知道怎么说，他现在很纠结。两个人沉默了许久，楚凌寒慢慢的在甘草手心写下。好。他犹豫了一下。你就不问孩子他爹是谁？楚凌寒歪头看着甘草，隔着帷帽，甘草也看不到凌寒的表情。几个月。什么？甘草有点懵。孩子。到现在2、3个月吧。楚凌寒确定那就是他的孩子，当即更不知道怎么说。他有未婚妻，是一个经验绝尘的女子，如今……好。甘草实在想不到这个有什么好的。这个时候严三尺在外面敲门。草，你来看看收拾的怎么样？哦。甘草把屋子收拾好了，但是甘家人不愿意来。后半夜大火灭了，天亮的时候，甘家人看着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宅院。这个时候杨秋生小跑着找过来。全哥，朱广武跑了，村里人追了1夜都没追到，还媳妇和儿子被抓了，你们家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杜氏听到杨秋生这样说，跳了起来。那挨剑刀的将士都是因为他，我要把他拔舌炼油，把朱家人赶出秋水寨。李正也是这样想的，李正说你们一家不行，就先住到朱家去。不用了，他那宅院就给村里吧。那我去跟李正说。看着杨秋生离开，甘伟有些不理解。奶奶，为什么不把朱家人都给送到官府呢？烧咱们家的房子，打伤你三姐的是朱广武，你把朱家人送到官府有什么用啊？到时候官府不收朱家人，咱们村还得好好的让他们回来。人呀，想做什么事儿，都要付出代价。甘伟不知道他奶奶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。严三尺把昨天宴席剩下的菜，还有提前准备好的蒸肉分好，让人给秋水寨的一家一户送去。好了，这些都和你说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甘草觉得这个严三尺做事真让人放心。你帮了我家这么大的忙，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。我拿钱了，你别谢我。严姐姐办事拿钱是应该的，只是严姐姐这么上心，我还是很感谢。
你都叫我姐姐了，我就认下你这个妹子。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有空也常来坐坐。好。这不是严姐姐的马车？他看着一边的马车。这也是你们家的？我家的？是啊，所以说你嫁了一个好人家。我走了。严姐姐等一下，我去找个会赶车的人送严姐姐回去。哎，不用麻烦了，又没多远路，你家里这么多事呢。那要让你走这么远？也没多远，你赶紧去忙吧啊。严三尺说完就走。甘草送他到路口，看到他奶奶一行人往这边走，他慌忙跑了过去。奶奶。他看奶奶怀里抱着一个罐子，银子还好说，融化了也能用，就是那100两银票估计没有了。一家人沉默地走到林家。你们休息，我这就给你们做饭。不忙，你夫婿呢？昨天喝多了，早上吃了饭又睡下了。把门关上。先前都没跟你们说，草儿捡的蛇卖了50两，之后草儿叫沈公子去蛇毒，卖给沈公子毒蜘蛛，还有给沈公子看病，一共是赚了220两。我拿了30两给草儿当嫁妆，你们没意见吧？先前花了一点，给草置办东西的时候啊，前后后花了快5两。这里现在还有230两，这些银子原本是想留给老四读书的，这是一笔横财，咱们甘家以后很难再遇到了，要用到刀刃上。如今家里出了这变故，我打算呀，一部分拿了修房子，剩下的给老四读书。嗨，我用不了那么多钱的。你好好读书就行。甘伟低头。全儿下午去看看谁家有空院子租，我们搬过去。你们住在这里就好，屋子都收拾出来了。你刚嫁人，哪有娘家一家人跟着你住在婆家的？可是甘草担心，就算找到了房子也什么都没有，你们怎么住？一会儿我就去镇上置办一些，你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就行了。就是嫣儿他们先在你这儿，回头我安顿好了过来接他们。柳氏看甘草那失落的样子，这丫头不会想出嫁了，这还能和以前一样吧？好。对了，我家有马车，你们可以用。这次柳氏没拒绝，他们去镇上买东西的确需要马车。甘草和曹氏去做饭，曹氏看着林家的厨房一阵羡慕。家里出事，二哥知不知道？应该还不知道吧。你二哥虽然耳根子软，处处听你二嫂的，却也不是那种自私到不管爹娘的人。大嫂看着火。他叮嘱了一下就出去。奶奶，昨天我成亲，二哥和二嫂就没来，这事闹得老死不相往来了。你放心，林氏那性子一旦有好处肯定会凑上来的。那二嫂要是知道咱们家其实有这么多银子，是不是肯定会回来分一杯羹？以后四哥要真考了功名，他是不是还要回来？其实蹭点银子倒没什么，万一败坏了四哥的名声，可是影响一辈子的事儿。柳氏的表情变得凝重。你这丫头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了？我没有什么想法，我就是想着家被烧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不用哭都很穷。遇到对的人就好好的过日子，哪来那么多心思？我知道。甘草认真的说。我去做饭了。哦对了，中午叫上你夫婿一起吃饭，咱们家人啊好好的感谢一下他。他上火了吗？不光嘴上起泡了，喉咙也发炎了，我单独给他煮了点好消化的。哟，这么严重啊？我去看看。真不用，我帮你给他说一下就好。我怎么觉得你一直不想别人见他呀？有吗？甘草狐疑。何止是有，那天严大梅去提亲，你一听是林公子就立马答应了，
不让你大哥他们来看，拜天地戴着围帽你都愿意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柳氏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奇怪。奶奶，你想多了，他人是真的吧？咱们住的地方是真的吧？回头他好了，我让他来见奶奶。你可别受了什么气，自己忍着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好，那你快去忙你的吧。吃过午饭，甘泉和甘茂去找李正租房子，柳氏带着曹氏和甘伟去镇上置办东西。到了旧义庄的时候，柳氏突然叫停了马车。哎，奶奶，你到前面的路口等着我们，我们去和你二哥打声招呼。我赶车过去不是快一点吗？这是人家林家的马车，你跑去显摆啥呀？那我到前面等着奶奶。去吧。看着马车走远，柳氏带着曹氏去林家，林家的大门已经紧紧关着。林氏，我知道你在家。柳氏在门口叫了起来。甘茂，你到底还当不当自己是甘家人了？甘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躲着不见是想做什么？林氏在家，甘茂也在家，但是林氏把甘茂锁在屋子里了。你让我出去。那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啊，你要是回去，咱们就和离。林氏很坚决地说。平时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现在我一家人都要露宿街头了，这事儿我不能听你的。咋地？你想和他们一起露宿街头啊？他们有好处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们？现在家被烧了，想起我们了，没门儿！外面柳氏还在叫。现在家里连一口吃的都没有，你不能看着家里人饿死呀！旧义庄的人围过来看热闹。林家的女儿也太不像话了。她娘不也一样？当年是怎么对她婆婆的？林老虎去哪儿了？这事儿他都不管。有人问。林氏，柳氏还在那里叫，一定要把林家门叫开的样子。林喜梅，你赶紧把门给打开！你再不开门，咱们的日子也不用过了。你威胁我？你敢威胁我？我林喜梅离开你还不活了？走啊！你走！你走了咱们就和离。就你们家那穷酸样，还能给你娶个什么老婆啊？拿来。甘茂看着林氏。什么？钱？没有。咱们和离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没良心！你说什么？甘茂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我林喜梅跟着你，我没享一天的福，你为了别人家打我你！够了！从你嫁到我们甘家，我们甘家可亏待过你一点。你闹着要分家，我想你分家了，咱们就能好好过日子。你天天找借口在自己家，连咱们的房子都不说修。我小妹要嫁人，你给10文钱都嫌多。听说我小妹的彩礼多，就跑着回去想要我小妹的彩礼。现在我家起火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我家人都要露宿街头了。你拿着我家的银子不给，这日子不过了。那我也是为了你，为了咱们俩的日子。林喜梅，你的厚颜无耻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奶奶，都是你们闹的，我们的日子过不下去。家里都这样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把钱拿出来。没有。你到底拿不拿？就是没有。我娘说先拿那钱给陈双双门亲事。什么？那可是修房子的钱，没了那钱，我们拿什么修房子？我就那一个弟弟，他是娶不到媳妇儿，我们林家就断了香火了。众人一脸滑稽地看着林氏，他们母女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奇葩。剩下的呢？哪有剩下的？这段时间买的东西都花完了。那可是5两多银子，你都给花完了。不过就是5两银子，又不是50两，凶什么凶？林氏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已经成亲了，那钱是你们修房子过日子的钱。你现在住在娘家，你弟弟成亲之后呢？你们夫妻俩能一直住在你娘家？我娘对我好，
我拿5两银子给谁，他都能叫我一声爹，合理？合理？当初是你到我们村找我的，现在要合理？我们村的人都那么好欺负是吗？林喜梅，你已经嫁出去了，户籍都不在旧义庄，别说自己是旧义庄人。就是，旧义庄有这样的人，我都担心我女儿嫁不出去。你赶紧和人家回去吧，回头人家不要你了，你可别回来。旧义庄的人对林喜梅那叫一个嫌弃。你真不和他过了？你不和我过，你试试。不过了。那好，那就把他休了。林氏傻眼，休和和离是两码事。无后、不孝、口舌、擅妒，7出之条，你犯了4条，我甘家休你，理所应当。林氏这才知道怕了。我和他成亲不到3年，曹氏第2年就为我们甘家生了个孙女。诸位，谁家有笔墨，借笔墨一用。我家有。干妈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忘了吗？咱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偷偷拿家里的钱给我买千叶糕给我吃，啊！柳氏看着甘茂还有些不忍，当即呵斥道：“跪下！你也是去过学堂的人了，纵然文不成，我也教你们什么叫做礼义廉耻。没想到，你竟然在成亲之前和女子暗通款曲。”奶奶，甘茂还想解释一下，别一副我逼你休妻的样子，你是个男人。甘茂十分为难，让他休了林氏，他一时间还真做不到。你赶紧把钱拿出来，难道你真要看着爹娘他们露宿街头？你小妹嫁的不是很好吗？她肯定不会看着你家人露宿街头的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们家可没少给甘草准备彩礼呢，那彩礼也够你家用一段时间了。旧义庄的人真算是长见识了，他们旧义庄竟然有这么一个奇葩。小妹昨天才出嫁，你今天就想她的彩礼？她出嫁了就是别家人，那彩礼也是她过日子用的，这点道理你不懂。大不了以后你家人还给你小妹就行了。你家人，我们甘家和你不是一家。周围的人继续看热闹，刚好这2天闲。笔墨来了，拿来。甘茂直接站了起来。你想干嘛？我给你脸了，你还真敢凶我？你当了我们甘家这么长时间的孙媳妇，还是这泼妇模样，我们甘家实在是教导不了。你个老玉婆，老寡妇，你早早的没了男人，也不想别人有男人啊！你要敢让我和甘茂和离，我就死在你们甘家去！你说错了，是休妻，不是和离。你哪来的脸说和离？不管怎么样，你要是敢让甘茂不要我，你们甘家1文钱都别想拿走。柳氏瞥了甘茂一眼，看他弯腰走神。你的字可以写得不好看，但是要能看懂写的是什么，别写个字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。在林氏的叫骂声里，甘茂写了休书，并写下自己的名字。柳氏拿了休书，当众读了一遍，然后让曹氏交给林氏。什么破休书，我不识字！林氏拿到就给撕了。再写3份，1份给他，1份贴在旧义庄，1份送到秋水寨李正那儿，把这事儿说清楚了，省得以后再有什么纠缠。你让他写啊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甘家休妻，看谁还敢嫁到你们甘家了。写。林氏还在叫骂，甘茂认认真真的写了3份，1份比1份写得好。柳氏把给林氏的那份直接丢到地上。走。我行李还在。不要了。看什么看？甘茂跟在柳氏后面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还舍不得林喜梅啊？你这痴情啊，也要用对了人。
你遇到林喜梅的时候还小，如今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。甘茂主要是不想对不起林喜梅。他以后怎么办？他都不担心他以后怎么办，你担心什么？甘草一直盯着甘烟他们，怎么觉得他们对凌寒异常的好奇？小姑姑，小姑父长得好看不好看？好看吧？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看？你说你这小丫头想什么呢？是不是奶奶和你说什么了？我和小姑姑说了，小姑姑不要告诉老奶。你说。老奶说让我看着小姑姑和小姑父睡在一个屋子里。甘草想，他奶奶还真是煞费苦心。那你打算怎么和你老奶说？爹说我们要住的地方啦，今天晚上就过去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真是个鬼机灵。楚凌寒在屋子里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更加纠结。他觉得甘草有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打算。晚饭是在林家吃的，也是吃晚饭的时候，甘草知道二哥竟然把二嫂给休了。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他奶奶的手笔。我们就搬过去了，你们好好过你们的日子。我看二哥很低落，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儿？若不是那林氏无可救药，你奶奶也不会把事情推到这一步。送走了家人，林家一下子冷清下来了。楚凌寒听外面没声音了，甘草却一直没回来，他就开门走了出来。看到甘草盯着大门在发呆。你出来了，这2天把你闷坏了吧？还好。看什么？这方面应该挂个牌匾，写林家会不会太俗了？草堂。草堂？就草堂吧。这是什么脑回路？不是不满意吗？就这样不满意的决定了。甘草伸了一个懒腰。从明天起做一个自由的人，采药看病，成为富婆。楚凌寒无语了。晚上楚凌寒睡里屋，甘草去厢房睡觉。干干净净的房子，关得严严实实的门，还有没有补丁的被子，甘草得到了莫大的满足。然后他赖床了。醒来的时候天光已经大亮，都快中午了。凌寒赶车，镇上有固定的停靠马车的地方，交2个铜板就可以。他们停了马车就往里面走。林公子，甘草妹子。严三尺远远地叫了一声：严姐姐。你们今天不回门？回门？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成亲第3天要回门的。甘草算了一下，前天、昨天加今天算是第3天。我们就是买点东西回门。你们家那么多东西还买什么呀？再说这个点儿了，你爹娘他们肯定等得急了。要买比较重要的东西。那行，就算晚了也回去看看，不然不合礼数。好，那我就回去了啊，家里还有客人。严姐姐，这镇上还有别的药铺吗？就孙家那一间，什么病都治不好，还黑心的很。一天也有开药铺的，或者是外面来的游医，被人给打断了腿。这些年啊，孙家一家独大。要我要是不看病只买药，还能去哪儿买？去采药人那里。你要是只是买点药草，那样最划算。要说那些采药人也被孙家欺负得够呛。谢谢严姐姐。不用谢，有什么要问的就找我。好。严三尺告别离开。甘草突然想到了一件事。严姐姐总说有事找她，可我还不知道她住哪。甘草看向林寒。林寒想，这丫头也有迷糊的时候。甘草突然想起来了，她是和你说的，你找过她，知道她家在哪儿。算了，今天时间紧，就不去找采药人了，贵就贵点。甘草一阵肉疼的去孙家药铺。走到孙家药铺那里，
看到孙家药铺外面围了很多人，有热闹。我跟你说，你最好动作小点，不要用力，不然你身上的痂裂开了，有你疼的。看孙家药铺前面停着一辆平板车，大家评评理，我这一车的药草，他们孙家才给200钱，这都是我们父子拿命在山上采的。他们孙家说怎么处理？啊，我们一家子起早贪黑的晾晒切断，这都整整齐齐的。不过一些草根树叶，你想要什么价？照你这么说，你卖的也是草根树叶，为什么卖的那么贵？你身为医者，却不敬重药草，还拿什么治病救人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谁重要吗？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？难道同样的话，不同的人说出来，对错就不同？我们医者就是化腐朽为神奇，这些药草直接吃可是会死人的，但是我们配伍入药，那就是治病的良方。你说自己就说自己，别拉着医者。德不敬佛者无以为医，财不敬仙者无以为医。看看你，人家送这么好的药草，你都要为难，你哪一点配为医者？好！周围的人欢呼起来。你，孙文健指着甘草，我怎么了？甘草理直气壮，他是医者，断不会容忍这样的害群之马。是去相亲的。你给我等着！是的干嘛呀？以后你别想找我看病，你家人也别想找我看病。但愿世间人无病，何妨架上药生尘。你却拿别人会生病来威胁，我看你就是用别人的性命赚钱。你这样的大夫，我怎么敢请？你别这个时候牙尖嘴利的，等你躺在病床上，你就知道了。医者应知生老病死是常态，唯有病之一劫可以改变几分。医者就是要陪着病人走过生病的那一段路，让他们消除恐惧，而不是增加他们的恐惧。孙文健看周围人的目光越来越奇怪。今日关门，要是耽误了谁家的病，那就是他耽误的。他话音刚落，外面一阵惊慌的叫声。孙大夫，孙大夫，快救救我爹！曲晓背着他爹过来。有人说我不配为医者，今天谁来了我都看不得。曲晓把他父亲放在地上，直接给孙文健跪下。我爹快不行了，求求您大发慈悲吧。甘草已经过去给老者把脉。别瞎说，谁说你爹不行了？你是谁啊？可以救你爹的人。甘草说着拿出针包。你别碰我爹！曲晓说着要推甘草，楚凌寒挡在甘草一边。这丫头还真能惹事。曲老头就是身上生了一个很大的脓疮，看着很吓人，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。甘草扎了几针，控制了脓疮周围的情况，然后揪了自己2根头发捻在一起，一用力把那个婴儿拳头大脓疮给勒了下来。众人看着脓疮落地，一阵惊呼：你爹不要吃那么多油腻的东西。这曲晓是个混混，但是是出了名的孝子，什么好东西都紧着他爹吃。我给你个方子。今天不抓药。孙文健鼻孔朝天，一脸得意。老伯，我能看看你的药吗？姜温有些犹豫的点头。给我拿点包药的纸。曲晓慌忙跑到一边的包子铺里，拿了几张纸过来。1天1服，煮开之后做茶饮，喝完了加水煮开即可。啊，那这多少钱呢？甘草看向姜温。老伯，你的药。这要是这位姑娘抓的，我也不好定价。曲晓又看向甘草。给这老伯20文吧。姑娘，我看你是大夫，我这些药你要吗？要。要多少？全要。真的？哎，你这药不是说了卖给我的？他是药铺，自然不能没药。先前不过是想压价，现在卖给我了。小姑娘，你是哪个村的？是不是不知道我孙家药铺啊？今天刚知道。那你最好想清楚了。走，我们去商量价格。甘草转身就走。
姜温，你可想好了，他可能只买你一次药材，以后你们姜家靠什么生活？孙大夫，你给的价格，我们一家老小得饿死。以后你要是不收，我们就另谋生计。一边的姜良也一直不说话，他本来就不想采药。姜温，你儿子还没娶媳妇呢，你家人要是病了，我说你能不能换个方式威胁人？你不让别人活了，别人为什么还要一直供着你？你给我等着！甘草转身就走。我叫姜温，这是我的儿子姜良，我们是13里坝的。那你这一车药有多少钱？以前这一辆车能卖800钱，你给500就好。我给你2两。你以后采药就送到秋水寨村口的林家，我都收。真的？只是有几种药草，姜老伯能不能给采来？你说。甘草说了几种药，都是给林寒准备的。我们姜家也就固定的知道一些药，有些药啊也不认识。若是姑娘需要，带着我们父子出去找，我们见过一次就记得。好。甘草点头。那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我从后天开始就有时间。好，那我们父子后天去秋水寨找你们。回门？他怎么把回门这件事给忘了？一到家门口，甘草就看到甘烟在门口抓石子玩。嘿，小姑姑，你中午怎么不回家？奶奶做了好吃的等着你呢。我有点急事，现在就和你回去。林寒把马拴到马棚里，开始搬甘草买回来的药草。我回家啦。林寒无语了。这丫头到底知不知道一个人回门意味着什么？租的院子也是单独一户，他拐个弯，看到苏慕安在那里踱步。草儿，你怎么一个人回门啊？是不是林家人对你不好啊？没有啊，父亲对我很好。那他为何不和你一起回门？甘草看向甘烟，想这有什么问题？小姑姑别看我也不知道。你可知，只有不被婆家看重，被夫君嫌弃，才会一个人回门。哦，我夫君在家准备宴席，让我来叫我家人过去吃饭，说租的房子要是住不惯，就去我们那边住。甘草说完，像斗胜的公鸡，一脸得意地走了。奶奶，娘。甘草叫着进门，看到李正在他们家。李伯。一个人回来了？我家夫君有点风寒。哎呦，那你在家照顾他就行了，怎么还回来啊？我上午去镇上给他买了药，这会儿吃了躺下，我就赶紧回来。甘草说着，跟着他娘进厨房。一会儿，你李伯说什么，你都不要接他话头。怎么了？你二哥休妻的事，就义庄李正找来了，想把林氏送回来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你都回来了，那么着急干嘛？中午做来菜还在笼里盖着，一会儿热了你吃2口。好。外面只剩下李章和柳氏了。柳氏也不言语，就这么和李章耗着。哎呀，婶儿啊，你也知道，咱们秋水寨去五华镇要路过旧义庄，闹得不好看了，对村里人不好。那路是官道，我们秋水寨的人家都交了税银的，又不是他们旧义庄的。倒是每年夏天水渠浇地的时候，水先从我们这里走，我们给卡死了，他们旧义庄只能是靠天收。日子能好好过，咱们就好好过嘛。谁不想好好的过日子？那些钱本来就是老二分家分的，现在让他拿回来，不过分吧？要么人和钱一起回来，要么都别回来。草儿。李章突然叫甘草。哎。甘草应了一声。你在那个宅院里住着还适应吗？李伯，
一说这件事我就来气。李章想，你来什么气？那是我家的院子。我还以为那个林家特别有钱，所以买了那么好的院子。谁知道成亲之后一盘算，银子都花完了。我娘家又出了这样的事，挤了挤，凑出一点钱，先给我们家修个住的地方。你说他那个人怎么那么不会过日子？也没什么钱，婚事办那么好干嘛？现在找干毛净了，回头家里要是遇到个什么事儿，我们怎么办？所以我就想着，我们两个也住不了那么大的院子。李伯要是愿意，可以按照原价把院子买了回去。你说什么话呢？你们刚在里面成亲，买了房子不好。我们也是现在缺钱，而且是李伯要，别人这个价肯定不行。我夫君也在里面添置东西了呢。这事儿啊，以后再说吧。以后要是宽松一点，我肯定舍不得卖。李章有些坐不住了。那你们忙吧，老二家的事儿啊，你们再想想，毕竟两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了。我二哥怎么了？你二哥把你二嫂给休了，你劝劝你奶奶，让你二嫂回来吧。劝不了，李伯也说了，他们已经在一起过几年了，肯定是确定不行才休的。你还没我家崽儿看得通透。行，你家的事儿我不管了。李正要走啊，没事常来坐呀。你这丫头。柳氏看甘草在那里贼笑。怎么回事儿？回门都忘了？甘草是真忘了。这几天事多，一大早起来就去镇上了，刚回来。不信你问燕儿，他看着我们回来的。那林公子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啊？一点小病，没事儿。现在家里事多，也没时间顾上你。爹他们呢？收拾房子去了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用得上。奶奶，你那银票是不是没了？我这给你，把咱们家这房子好好盖盖。有呢，怕他们知道有钱飘起来。奶奶想的周到。其实啊，修新房子也好。柳氏之前这样想过，要不是房子被彻底烧了，她有点不舍得。回头你出面买一批砖瓦回来，就说是林家给的，钱从我这儿出。甘草知道他奶奶是什么意思。甘家遭了这么大的难，怎么可能还有钱？祖孙俩筹算了一会儿，杜氏热了饭菜，叫人回来吃。不是饭点，不过一家人刚好说说话。一直到黄昏，甘草才说回家。甘伟提议送甘草。我到现在了都不知道你夫君长什么样呢，今天一定要见见。四哥，你看我很傻吗？我家小妹最机灵了。那我怎么可能找一个差的夫婿？那也不行啊，回头走在大街上，我连自己妹夫都不认识。四哥再等等，等你过年回来的时候一定见。听到甘草说过年回来，甘伟沉默了。怎么了？我不想去学堂了。为什么？是四哥不想读书了？倒也不是不想读书，你可知道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呢？可是读书总归是有用的。爷娘都希望我能考一个秀才，能金榜题名，能当个官儿。说家里不是这样辛苦，我也会努力让他们实现光宗耀祖的。可是回来看到家人这样，我实在是……四哥放心，你也知道奶奶手里有多少。你可知道百年斋一方好的砚台多少钱吗？多少？100两呢。哦。我那些同窗给学堂里的先生送礼，都是送那样的砚台。他想告诉甘草，他和那些人的差别。你也想送？四哥，我觉得你重点搞错了。重点搞错了？四哥现在是学子，当以学习为重，了解一些以后要走的路也正常，可是不该忽略了当下最重要的事，那就是读书。我承认有钱人和穷人先天资源是不一样的，有钱人家的孩子4岁开笔，请专门的先生教导，衣食住行皆有人负责，他们只用学习就行。可是四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家族的财富
是每一代人往前走一步，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。我们甘家没有祖辈蒙荫，没有天才重心。可是奶奶跟我说过，爷爷去世的时候，她牵着爹的手把爷爷下葬了。现在我们甘家已经有10几口人了。若是四哥觉得自己看穿了一切，想在这里止步，那我们甘家这一代可能就止步在这里了。甘伟听得愣了，他真没想到他小妹会说出这样的道理。说四哥真的不想读书了，也不用强求，奶奶已经准备让亮亮去学堂了。我只是想四哥真的能想清楚，能确定自己的方向，而不是被自认为的外物所困。两个人说着已经到了林家门口。甘伟原本一定要看看自己的妹夫长什么样，可是听了这些话，觉得自己好像走偏了路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四哥不进去坐坐？不了，我在读书的时候读过醍醐灌顶，读过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却想的只是文字。今天被你这样说，倒是让我清明起来了。我会尽快回到学堂的。穷人家的孩子想落落大方很不容易，因为捉襟见肘是日常，但是可以不卑不亢。四哥不欠他们任何人的，何必用他们做参照？天黑了，赶快回去吧。好。甘伟看着甘草进了家门才转身。他应该想想自己为了什么而读书，原因不同，对那些文字的了解也变得不同。甘草回家就一路小跑着去找林寒，看到林寒在写东西。你写的什么？林寒写的字也很好看，苍劲有力，方正的很。你这性子估计得罪了不少人。楚林寒看向甘草，不知道他冷不丁的为何说出这样一句话。字如其人，你太耿直了，字里都透着霸道。楚林寒想想，的确是这样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前二嫂竟然闹着要回来？你说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厚颜无耻之人，能好处占尽，还说得冠冕堂皇，好像别人都欠他一般。屋里光线暗，你晚上不要写东西了，陪我去练你的腰吧。楚林寒鬼使神差地跟着甘草去了厨房。甘草拿出一口很大的砂锅，然后把先前熬好的貂油倒了进去，又抓了一些今天买的草药。楚林寒觉得甘草是有配比的，因为他每次都是掂量一下，然后增加或者减少。只是药也可以用手掂量着配吗？小火小火。甘草看林寒往灶肚里塞柴禾，那么大的火一会儿都糊了。楚林寒只好又给抽了出来。等甘草把药都丢进去了，然后蹲地上弯腰看火，又把火给调整了一下。就这么大，你看着。甘草说完，开始去搅动锅里的药材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这些应该够你用了，而且保证你不留疤。楚林寒歪头看着灶肚里的火苗，他竟然干这种事情。哎，对了，你武功有多厉害？楚林寒看着甘草，其实我们家捡的野猪是你打死的吧？你是不是那种武林世家的传人？楚林寒无语了，他觉得烧火挺好的。你不承认算了，不管你武功再高，现在这样也不能乱动。可惜冤大头走了，得想想怎么赚钱了。冤大头？楚林寒想甘草遇到过什么冤大头。甘草把炼好的油倒到罐子里。从今天起，你要擦这个油，早晚一次。涂均匀了，只要有这种脓疮的地方，就都要涂。这把楚林寒说尴尬了。背部我给你涂。楚林寒在甘草的手上写道：我可以。你别给我浪费了。第二天，甘草起床又是太阳升起之后了。他起床看到林寒在喂马。早上想吃什么？楚林寒没说话。那我做什么你吃什么？吃过早饭，甘草开始给林寒检查，放了他小半碗的血。甘草反复确定，一脸疑惑。是冰蓝蝉毒和火纹蛇毒，
不过这冰蓝蝉毒好像在你身体里很长时间了，这2种毒，任何一种都会要了你的性命，偏偏你同时中了2种。那边楚凌寒却表情凝重，他中了2种毒。原则上，你中了2种死得更快。这就是甘草疑惑的地方。除非有十分霸道的药，在2种毒之前发作，你在亵毒的时候干扰到了这2种毒，这2种毒在你体内形成了一道微妙的平衡，虽然是平衡，却也在消耗着你。楚凌寒认真地听着，这关系到他的生死。你是怎么泄出来的？楚凌寒看向一边，原本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现在想想，他被人下了媚药，刚好遇到了甘草。原来他早就救了自己一命。你不要讳疾忌医，现在只有一种药能救你。楚凌寒有些激动地看着甘草。九叶胡椒莲。甘草说出这5个字的时候，就像是说出了自己的宿命一样。他就是为了采9叶胡椒莲才被陨石砸了，而凌寒却只有9叶胡椒莲才能救。在这之前，我会用别的药先治好你的皮肤和喉咙。楚凌寒拉过甘草的手。很难。难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根本不知道去哪儿找。楚凌寒也不知道怎么说了。既然他早就中了冰蓝蝉毒，那就是早就有人对他下手。所谓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肯定会找到的。确定了楚凌寒中的毒，甘草开始制定解毒方案。楚凌寒看甘草在收拾东西，表情那叫一个精彩。不过大部分表情都是愁苦。收拾完那些东西，甘草坐在院子里，他突然想到一个东西，下午就等着江家父子来找他。可是过了中午还不见来人。要不我们去找江家人吧？楚凌寒点头，这都是为了给他解毒。甘草找到江家的时候，才知道江温被人打了，打得下不来床。谁打的？除了那个孙文健，还有谁啊？这也太过分了！我给你看看。多谢神医。甘草有些看不清楚。把他挪到院子里。我们去采药的时候也会受伤，用土办法处理了一下。江温身上虽然破口不多，但是多处挫伤，很有可能是骨裂。甘草看着江温的腿，这就意味着他最起码2个月不能采药。那你这也只能养着。我看看你家里的药，给你配个方子出来，先帮你活血化瘀。多谢多谢。江良在一边犹豫了许久。神医，能不能看看我娘？甘草之前就发现房间里还有一个人。你把他扶出来。江良慌忙去把他娘扶了出来。孙氏脸色蜡黄暗淡，眼神浑浊，整个人都充斥着死气。家里有什么吃的？昨天买了一些米面回来，路上也被那些人给撒了，如今只有一些豆子了。豆子也行，你先去泡一些。哎，好。甘草这才开始给孙氏检查身体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楚凌寒一直在观察甘草，觉得他可能是遇到麻烦了。我们今天得留下。甘草按向孙氏的小腹。孙氏虽然已经有气无力，可是甘草按他的时候，他还是缩了一下。你们平时给他吃了什么？一开始家里有钱就给他看病，后来家里没钱了，能卖的都卖了，就给他吃那些温补的药材，总之挖来什么吃什么。他的身体虚成这样，温补燥热，有害无利。那怎么办？你们是不是给他煮黄金吃了？是。可是你不会炮制，也不能吃得多。冤枉，冤枉。人想活着，没什么好埋怨的。你们家没有鸡？都卖了。甘草站了起来，示意凌寒和他出去。咱们来的时候有条河，河里肯定有鱼，你会抓鱼不会？会。那就好办了，我们先出去给他们找一些吃的。
距离江家不远就有一条河，两个人很快就过去。就在甘草纠结怎么抓鱼的时候，楚凌寒从一边的树林里砍了一根竹子过来。你想做鱼竿？楚凌寒要让甘草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技术。只见他盯着水里的鱼，一竹竿下去，鱼被击得跃出水面，然后再一下就被甩到甘草面前。甘草真是长见识了，更加确定凌寒就是被追杀的武林高手。刚到村口，就看到村口围了很多人，马车是过不去了，甘草只好下车去看情况。原来是林氏在哭诉，说甘家人有多对不起他。秋水寨的人看笑话一样看着林氏，甘草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林氏看到了。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勾引你姐夫，事情才会这样的。又是这件事。甘草无语地看着林氏，你就是个祸事精，你勾引你姐夫，还把你三姐闹和离了，把我和你二哥的日子闹得也过不去。林喜梅，奶奶说了，只要你拿着分家分给我二哥的银子拿回来，就让你们继续过日子。你在这里闹腾什么？我都好奇了，你们林家这是要逼死你吗？就义庄的李正都来说了，你们林家就是不把我们的钱拿出来，安的什么心？其实不用甘草说，秋水寨的人都知道这件事。我活了这么大都没听过这么滑稽的事情，你们林家到底怎么想的？哟，你还有脸来这儿闹啊？如果是我呀，找个麻绳吊死算了。林家真是没脸没皮的，不给我活路！你们不给我活路！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呀！甘草没有回去坐马车，径直回家了。林氏关注着甘草和楚凌寒，看他们去了村口的宅院。奶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们昨天去哪儿了？哦，昨天晚上有个病人，诊治的时间太长，就在那里过夜了。什么病人那么重要？是病人都重要，二哥这事还没解决呢。看林氏这样，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消停了。那二哥没有心软？说你二哥心软呢？你这有没有治伤的药啊？你二哥的脸被林氏抓花了。为什么？你就是个疯子，今天跑咱们家哭闹，眼看着你二哥就要心软了，说只要他把银子拿回来就继续过日子，谁知道让踩到他的尾巴，还说你二哥不在意他，就在意银子。两个人啊争执了几句，他就疯了一样的抓你二哥，你四哥去劝架也被抓了。那还了得，四哥是要走仕途的，若是破了相，前途不就彻底毁了？就想着他还年轻，长长就好了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奶奶等一下。甘草说着就去取貂油。夫君，我回家一趟。楚凌寒点头。柳氏也看了楚凌寒一眼，看样子他们夫妻相处的还不错。甘茂和甘伟都是抓伤，对他们来说都没什么。看到甘草这么紧张，心里都暖暖的。你把这痂弄掉了，伤口怕是不会好了。柳氏还是第一次听这样的道理，都以为结痂才会好。四哥，你什么时候去偿还？这2天就要去了。甘伟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。那我给你装一些药，你带着，一定要按我说的方法养护。嗨，没那么严重。听草的。是，听小妹的。二哥，我回来的时候见到林喜梅了，在村口闹呢。他说你什么了？还是三姐和陈大雷的事，我不在意。你不在意，你夫君就不在意了。他再敢说那些事，我撕烂他的嘴。他就是不说，他心里肯定会在意的。经历家道中落，心态会很低落。你们如今是夫妻，要多安慰他才是。我觉得他心态挺好的。处理了二哥和四哥的伤口，
给他们说了如何养护。甘草打算回家。这瓶给二哥用，4哥走的时候我再给4哥装一瓶，外伤都可以用。哎，杜氏叫住甘草：“你院子边上那么好的2亩地，打算种什么？种菜吧。那么大一块地，种菜你们2个又吃不完，不如种一些油菜。我想种点药草，明年开春了再种点瓜果。我们2个吃不了多少，就种的种类多一些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吃。”你可别和女婿这样说，人家要说你都成亲了，还想着娘家。没事，他一个人到咱们村，说起来是咱们一家人护着他。这话你可别和别人说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行，赶紧回去吧，回头家里养只狗。啊？甘草想，这和狗有什么关系？你那么大个院子，有没有人要有个响声啊？杜氏觉得以后自己还是多操心点。女人刚出嫁，没有婆婆教导也不行。哦，她刚出家门，就看到苗氏匆忙地跑来。草儿，快来看看你来喜哥。来喜哥做什么了？甘草奇怪，算算时间，李来喜应该好了才对。刚才突然晕倒了。甘草慌忙跟着苗氏走，杜氏一看也跟了过去，担心他女儿在李家吃亏。李来喜脸色苍白，嘴唇青紫，看着十分吓人。甘草一看也是一愣，中毒？但是这样也不像中毒。他慌忙给把脉，随即把李来喜翻过来，按着他的后腰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来喜哥到现在都在吃药。是啊，之前的孙大夫给了很多药，说要一直吃，巩固。是药3分毒，哪有那么多巩固？李伯，我要给他行针，麻烦你把他上衣脱了。甘草也不多说，快速的行针。煮点开水来，替我给他喝水。我儿子这到底是怎么了？肾衰，大量吃药会导致肾衰。来喜哥这样，以后肯定不能干重活，而且什么呀？你直说。不能同房。那我们李家岂不是？李章傻眼。你说我儿子是吃药吃成这样的？是。李章心里内叫一个恨，因为这些药他倾家荡产，结果儿子因为吃药吃成了这样。之后几天我都会来给他行针。那要吃什么药？每天早上2个鸡蛋，吃好一点，不能饮酒，不能劳累。吃好一点？我儿子他就是身体弱，受伤之后要补身体，而不是大量的吃药。吃好喝好，心情好，有助于他恢复。那以后有没有可能？除非有奇迹，身体的变化不是一定的。甘草没有把话说死。李章得到一点安慰，但是李伯，你千万不要给来喜哥乱补，也不要去吃什么偏方，一定要确定身体情况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好。一家人送甘草出门，李小翠藏在屋门后面，有些惊恐。等甘草离开了，李小翠才从自己的屋子里慌张地跑了出来。你这丫头是怎么了？让你去找甘草，你回来躲在自己屋子里干嘛？娘，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鬼！甘草家的不是人，是鬼。你这丫头胡说什么呢？甘草成亲的时候我们都去了，大活人一个，怎么可能是鬼？真的。李小翠很确定。娘，你想想，他们是晚上成亲的，新郎一直盖着脸，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。而且爹，你想想，咱们秋水寨什么时候这么多事？就在那个人来之前，就一直出事。你快别瞎说，村里人见他赶车和甘草去镇上，那可是在太阳下面。可是他一直蒙着脸，那脸，他没脸。李章和苗氏对视了一下，好像是这样，而且能把他们女儿吓成这样，
可能真的有问题。你们相信我是真的，不信你们去凌家看看。你说草知不知道啊？他是不是被蛊惑了？甘草肯定知道，说不定甘草也有问题，要不然他怎么一成亲就那么漂亮？这样，现在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明天中午去凌家，一定要看看那个凌寒他长个什么样。啊，也好。如果那个凌寒真有问题，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，万一能把他们李家的院子收回来呢？甘草回家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累死我了。凌寒从厨房里出来，你会做饭？我被发现了。你的仇家追来了。楚凌寒看着甘草，觉得他是在假担心。不是，你们村的一个女子。我们村的女子？甘草狐疑地看着凌寒，都这样了还能沾花惹草？来找你的，看到我被吓得尖叫着跑了。李小翠，完了，让他知道了，回头全村人都知道了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麻烦倒是有一个，你得配合一下，我给你整容，然后带着你在村里逛逛，到时候就不会有人相信李小翠了。整容？确切的说是特化。我记得村后有一片西岩花，现在有很多种子，我去采点回来，到时候给你收拾一下。甘草有些好奇凌寒的脸恢复之后会怎么样。楚凌寒点头，同时非常狐疑。甘草晚上就把西岩花的种子调好了，吃过早饭就开始给凌寒做特化。女子都有鹰粉做胭脂，这西岩花种子的粉更白净细腻，你说我做胭脂水粉卖怎么样？甘草说完又低落了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务正业？一直到中午，甘草才画得差不多，自己看得有点呆。他是以凌寒的脸为基础修的，按理说凌寒要是好了，应该是和这个差不多。楚凌寒看甘草发呆的样子，还有什么？没修完。他没想到甘草说的整容竟然和易容差不多。不能修完，之前说你上火起疮，李小翠也看到你吓人的样子，所以要留一块，让他们知道你只是一小块有问题。为什么还戴？若隐若现知道不？朦胧知道不？甘草坚持给戴上。走。只是他还没出家门，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。甘草跑过去开门。奶奶，李伯。草儿，让你夫君出来让大家伙看看，省得他们说三道四。我夫君脸上有疮，不好看。甘草这样说着，心里却松了一口气。幸亏他准备的早。都是庄稼人，脸上长个麻子生个疮都正常，也不用一直不见人。谁说我夫君是庄稼人？我夫君是个读书人。我都看见了，假的是个鬼，他的脸。夜路走多了，总会遇到鬼的。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听到甘草这样说，李小翠的眼神闪烁起来。我女儿能做什么亏心事？你男人要是好好的，你让我们看看怎么了？我不是说了，我男人脸上有疮。草儿，那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你带他出来让人看一眼，省得别人再嚼舌根。好。甘草点头，转身回去叫凌寒。楚凌寒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，跟着甘草出去了。今天太阳很好，照在楚凌寒的身上，身后是清晰的影子。怎么还等着？苗氏看着凌寒还戴着围帽。甘草踮脚把凌寒的围帽摘下来。你们可不要被吓到，大家可看好了。娘，不是的，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。他整个脸，他整个脸。李小翠慌忙辩解。估计你是看到我夫君脸上的痂被吓到了。再说了，我夫君长什么样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值得你鼓动这么多人跑来看我夫君？我没有，我。好了，草儿，
赶紧把围帽给林寒戴上，有伤口不能这么晒。甘草这才把围帽给林寒戴上。现在都知道我孙女婿长什么样了，没人叫舌根子了吧？最近要忙秋播了，还有心情折腾这事儿。嗨，走了走了。草儿真是好福气啊，找了一个这么俊俏的男人。众人试图用夸赞掩饰之前的尴尬。我们也是为了草好啊，怕他被人骗了。我家草是那么容易被骗的？不是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草儿，别忘了去给你来喜哥扎针。好。甘草点头。长儿把枕巾也准备一下。苗是一个趔趄，之前甘草去了那么多次，没有一次收枕巾的，这是把他给得罪了。好。苗氏应了一声就走。楚林寒已经转身回家了，他不屑于和一群乡野之人计较，就是心情不好。众人离开，柳氏和甘草一起进了门。他这是生气了？不是吧？读书人都爱面子，更何况他家道中落，心里最为脆弱。如今被人质疑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人指指点点的，心里肯定不好受。有可能。哎呀，看来李家还是不死心。李家不死心？甘草不解地看着他奶奶。闹这么大的动静，不过是想着林寒有问题，他们就收回这个宅院。居然有这样的事？不然他找咱们家问问，带着咱们家人来就行了，干嘛拉着村里那么多人来？你以后给村里人看诊，多多少少都要收钱，不然别人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一点甘草刚才也想到了，所以才会那样和杜氏说。我知道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男人得哄，你好好的哄哄他。我知道了。把奶奶送到门口，柳氏又看到他院子边的地。你这地呀，也得收拾一下。你不会种，回头我让你大哥来给你种。不用，自己种。苗氏回家对着女儿一顿训斥。你说你胆小的成啥了啊？那么一块家能把你吓成这样？现在好了，甘草收枕巾了。李小翠不敢说话了。苗氏反复想了想，看向他男人。哎呀，他会不会和我们算以前的枕巾？李章没有说话，他如今在想另外一件事。他儿子是吃孙文健的药吃成这样的，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哎呀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一群妇人瞎折腾，你去找个人把孙大夫请过来，就说我们儿子又出问题了。咋了？你就把孙大夫叫来。那我去叫曹儿。回来！那个孙文健把我们家害成了这样，我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了。可是他是镇上的，回头再……镇上的怎么了？你儿子以后不会有后了。听到这句话，苗氏嚎啕大哭了一阵，然后出去找人了。甘草想，林寒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从屋里出来。吃饭了。甘草站在门口叫林寒。楚林寒这才从房间里出来。今天这事吧，是权宜之计，真的。楚林寒没搭理他，径直去饭桌那里吃饭。好歹就这一次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这也是为你证明。我奶奶催我种门口的地，要不你下午把地翻一下，回头我去买点种子，我们种点东西。楚林寒看着甘草，想让他不要这么过分。就这么定了。我下午把那药草分一下。吃了午饭，甘草收拾厨房，楚林寒就在外面收拾地了。甘草收拾着姜家的那些药草，突然抽出来一根纤细的草，他激动地叫了起来。楚林寒以为甘草出了什么事，一个起落就落到甘草身边。你不会以为我出事了吧？楚林寒就是这样以为的。
没事。甘草献宝一样的给林寒看他拿的药草。这是7叶胡椒莲，有7叶胡椒莲，就有可能有9叶胡椒莲。先前我只是觉得这种环境可能会有胡椒莲，没想到真有。而且看样子江家父子应该不认识胡椒莲，所以才会和别的药草丢在一起。虽然不能为你彻底解毒，但是可以治好你的喉咙。楚林寒激动，真的？不过这一颗肯定不行，回头我问问他在哪儿采的，多采一点。楚林寒知道自己的情况麻烦，也不敢奢求很快就会治好。甘草原本打算分拣好这些药就去给李来喜行针，谁知道还没分拣完，于老头跑着来叫他：甘草，甘草，李正把孙大夫骗来了，你快去看看。他这么兴奋干嘛？要打起来了，去晚了就没好戏看喽。于老头说完就跑。看戏，果真看热闹才是一切的真谛。李张家门口围了很多人，孙文健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。我告诉你，我要去县衙告你这个庸医害人，我要把你流放3000里。这个时候，甘草挤到了前面，眼看无处可逃的孙文健一眼就看到了甘草。救我！甘草！李波，等一下。甘草有点懵，你刚派人打我，我怎么救你？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对。只要你能治好马仙，什么都好说啊。马仙？秋水寨的人面面相觑，那可是秋水寨的大王，出了什么事？那你是承认派马仙打我的了？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贪得无厌。我给钱，你说多少？救人可以，你们先把你们的事情处理一下。李正退钱的事情好说，我退给你10两。孙大夫，现在是钱的事儿吗？孙大夫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紧张起来。这个女人让他接连吃亏，总觉得这件事不会那么简单。你身为大夫，竟然让患者吃这么长时间的药，导致患者肾衰，这已经不是医术问题了。你可知道，若不是及时救治，他连命都没了。你这就是谋杀。孙文健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没想到那些药会吃死人呐。你是大夫，你开的药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吗？那也是你们没有及时复诊，耽误了时间。好，看来这事儿只能见官了。神医啊，神医，你得救马仙呐！草儿，快来看看你来喜哥。甘草又给李来喜行针，情况比昨天好了很多。怎么样？吃好点也不要吃的太多了，他如今卧床不容易消化，吃撑了反倒不好。苗氏点头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过一会儿他若是有力气，就可以搀扶着下床走几步。离开李家，甘草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就去找他奶奶。奶奶，该做晚饭了还乱跑？有个事问问奶奶。什么事儿？奶奶知不知道五华镇的马地主？你问他做什么？就是问问。老实说，就是甘草把他们把马仙打了，然后孙大夫来求他治马仙的事大致说了一下。我不是担心再惹到什么事吗？你现在担心惹到什么事儿了？当时也担心，就是有点看不过去。如果那马仙真命在旦夕，我肯定要救的，怎样了解一下？你不要招惹那个马勇。奶奶认识他？不过呀，我多年不接触五华镇的人，你若是想了解那个马勇，吃了晚饭，我们可以去找严大梅。甘草觉得他奶奶在回避说这件事。好，那奶奶去我家吃饭吧。你三姐在家做好了，到时候我过去找你。甘草回到家，我看看你的手怎么样。楚林寒不让甘草看，明知道自己全身都是痂，还让他拔草。那我去做饭。楚林寒觉得甘草不是真的关心他，
吃过晚饭，柳氏带着甘茂过来，让甘茂给甘草看家，他们去五华镇。有马车去五华镇快很多。楚凌寒知道严三尺的住处，直接驾车过去。谁啊？严三尺对有人晚上来拜访也不意外。严姐姐，甘草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甘草和他奶奶进了严三尺家，凌寒在外面守着马车。一进门，甘草就闻到一股药味。严姐姐病了？不是，是我家那位又有一个偏方，我们就试试，死马当做活马医。你们大半夜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？知道姐姐是爽快人，我就直接问了。姐姐可了解马地主这个人？你问的是哪方面？就为人吧。那我劝你不要招惹他。可我招惹了他家一个叫马仙的。那马仙不会是你打的吧？甘草点头。我知道这事儿的时候还拍手称快，想着总算有人收拾那个活阎王了。知道是你，我可笑不出来。很麻烦。甘草一脸猜测地看着严三尺。今天马仙一出事，马地主就找到孙文健为马仙撑腰。你可知道为什么？一家人撑腰不是正常的吗？一家人？那马仙和马地主也就是都姓马，祖上的的确是一家人。仔细算算，却已经出了5福，算什么一家人？那为什么提到马仙，别人怕的是马地主？之前我不是跟你说，最好不要招惹马地主。严三尺知道是甘草打了马仙，有些话就要和甘草说清楚。这马地主在五华镇上也算是一个善人，表面上为人和善，别人却很怕他，就是因为这个马仙。那个马仙是五华镇的地头蛇，谁若是让马地主不痛快了，马仙肯定把他打得亲娘都不认识。回头马地主会训斥马仙几句，又亲自给被打的人送点东西道歉，别人也不好说什么。可是马仙依旧会打人，而且越来越嚣张。别人也都同情马地主，不好说什么。严姐姐的意思是，马地主和马仙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你这丫头聪慧，一点就透。这次马仙是为孙文健打的人，你觉得马地主会放过孙文健？为什么？马仙打了人要医治，马地主送去的那些东西肯定不够，就只能卖房卖地的治伤。这些钱呢，就进了孙文健的腰包，而那些地大部分是马地主买了，所以孙文健和马仙的关系也很好。这2年孙文健越来越有钱，开始直接要房要地，也是五华镇的一个小地主了。也就是说，马地主想借此机会吞了孙文健的地。我听说马地主去找孙文健的阵仗很大。那就不怕被别人看出他以前的伪装吗？老虎伪装成了猪，怕别人撕掉他的伪装吗？自然是不怕的。现在有这么大的利益放在他面前，撕下伪装又如何？你也要小心，毕竟是你打的马仙，马地主要对付孙文健，肯定会拉上你。甘草之前真没想到自己能引起一个阴谋。我听说这个马地主还很小的时候，他父亲看上了一个女子，他就有办法让那女子成了寡妇。之后要不是那女子为了银钱闹得太厉害，他可能还会想办法把那女子收到家里。什么？我也是听人说的。怎么说的？甘草不知道他奶奶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激动。奶奶，你不要打岔，你继续说。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我给屈老头的儿子说媒，他提的要求极高，我就说这要好多钱。他说钱不是问题，他知道马家一个秘密，到时候马家会给他很多钱。我当他吹牛呢，他就说马勇为了给他爹纳妾，害死了一个男人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后来我也听别人提起过。
只是曲老头一直没钱给儿子娶好媳妇儿，我就没把这件事当真。后来当媒婆时间长了，见的人多了，就确定马勇这个人千万不能招惹，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可知道他们害死的那个人姓什么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个曲老头还活着吗？前段时间听说生病了，不知道活着不。他是老来得子，特别保卫他的儿子。如果他真知道马家有什么把柄，早就拿着威胁马家了。那你能不能带我找找那个曲老头？甘草看着他奶奶的反应，突然觉得马家弄死的那个人，难道……好。严三尺点头。严姐姐，你可知道马仙住在什么地方？甘草突然问。今天孙文健求他救马仙，估计马仙已经很严重了，现在马仙不能死。知道，快带我过去。严三尺带着甘草去马家，看马家的门开着，里面亮着灯，还有不断传出的叫骂声。你们都是一群废物，连个大夫都找不着。我家男人要是死了，你们谁都别想好过。何香云指着一群混混的鼻子骂，其中就有曲晓。哎呦，嫂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五华镇就孙大夫一个大夫，马老爷为了给大哥出气，这把人送官府去了。他知道还有一个女大夫，之前孙文健也派人找过，但是他不想让人找到那个女大夫，万一牵扯到这件事里来，可说不清楚了。毕竟那个女大夫救过他爹。严三尺在门口不走了。我就不和你进去了。他可还活着。甘草走到堂屋，那些人都没发现他。听到有人说话，众人齐齐地看向甘草。何氏警惕地看着甘草，想那死鬼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在外面有别的女人。怎么，知道他快死了，想来分点家产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何笑云在，你敢来，我就敢把你发卖了。好泼辣的女人！我是大夫，我能救她。他的确是个大夫，我爹就是他治好的。原来是神医呀！快来看看我家男人。他说着还抹了一下泪。这变脸速度，连川剧变脸的都得靠后把，关键感情还很到位。甘草没时间吐槽，赶紧去看马仙。马仙已经奄奄一息，脉搏都是时有时无的。大夫，他今天吐了好多血，可怎么办呀？不要哭。甘草听得头疼。甘草快速的行针，疏通马仙的气血。马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是不知道孙文健用了什么手法让马仙气血冲撞。一套行针，马仙虽然还很虚弱，但是想气血通畅了，人肯定不会有问题。何香云听着马仙的呼吸变得均匀。大夫，他这是好了。我给你开个方子。甘草说完，想到现在没地方抓药，你明天去买个猪肝给他吃就行了。就这？何香云觉得太简单了。我给你开药方，你也没地方抓药。啊，没事儿，神医把药方开出来，我现在派人把孙文健给带回来。好。甘草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严三池看到甘草平安出来，才松了一口气。那何氏没为难你吧？没有。看来你是把马仙给治好了。他那个人坏的直接，好的干脆，就是脑子不怎么好使。那我们先回去了，明天再来找严姐姐。好。严三池点头。我一直以为爷爷是出意外了。那奶奶就确定严姐姐说的那个人是爷爷？我让你不要招惹马勇，是因为当年他小年纪就废了一个人的手，只因他想要的东西被那个人摸了一下。那个时候他多大？15、16，还是6、7。刘氏不太确定年龄，只是觉得当时他应该是那样的年纪。草儿，当年呀，
我为了养活你爹，去马家哭闹了很长时间。奶奶不要冲动，我们从长计议。你说，你爷爷会不会怨我？柳氏自责起来。不会的，爷爷也想奶奶会过得好。刚强了这么多年的柳氏听